史丹福研究發現，到咗2個歲數，人體就會急速老化。係邊2個歲數嚟呢？面對中年危機同埋人生下半場，不料又有啲咩親身感受同埋重要分享？仲有一件原本我認為冇可能發生嘅事，竟然發生咗，徹底改變咗我嘅人生觀，係啲乜嘢嚟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N TV， 我係不料。今集嘅主題係中年危機與人生下半場。本集將會分為以下6個部分。不料將會講一下40到60歲，從更年期嘅生理變化到中年危機，再到人生下半場，心理上應該點樣應對？有好多對中年人有用嘅人生感悟，內容豐富，越後越精彩，一定要睇到最後啊！我哋而家開始啊！第一部分，史丹福研究，2個歲數人體會急速老化。話說早2集有位網友留言話，記住60歲係初老嘅開始，你哋有好多時間去準備身體同埋心態嘅變化，但係真係要記住啊！究竟60歲初老係點樣嘅呢？對退休又有啲咩影響？好奇之下，不料就開始揾呢一方面嘅資料，唔揾猶自可，一揾就嚇咗我一跳。點解呢？我發現一篇文章，題為身體唔係過1年老1年，史丹福研究44歲與60歲人體會急速老化。吓，44？我嚟緊今年就係咯。睇一睇文章嘅內容，根據史丹福大學醫學院最新研究，人體老化嘅過程並唔係我哋所諗嘅緩慢漸進，而係喺特定嘅年齡階段出現顯著變化。呢項發表於 Nature Aging 期刊嘅研究結果，唔單止挑戰咗我哋對老化嘅傳統認知，更可能為未來嘅預防醫學開闢咗新嘅方向。身體急速老化嘅時期，44歲、60歲，研究團隊追蹤咗108名25到75歲嘅志願者，分析咗超過135000種唔同嘅分子同埋微生物，包括 RNA、蛋白質、代謝物同埋人體微生物組。結果發現，人體分別會喺44歲左右同埋60歲左右會經歷2次顯著嘅生理變化。史丹福大學基因組學和個人化醫學中心主任斯內德教授表示，我哋發現人體並唔係隨時間緩慢改變，而係喺特定嘅年齡出現戲劇性嘅變化。無論由邊一類分子嚟睇，中年40幾歲同埋60歲初期都係關鍵時期。具體而言，44歲左右嘅變化涉及同心血管疾病、咖啡因、酒精同埋脂質代謝嘅相關分子，而60歲左右就主要影響免疫調節、碳水化合物代謝同埋腎功能嘅分子。值得注意嘅係，與皮膚同埋肌肉老化相關嘅分子，響呢2個時期都有明顯變化。生活方式亦都可能係成因。呢一項研究結果同先前觀察到嘅年齡相關疾病風險唔係逐漸增加，而係響特定年齡急劇上升呢個現象相吻合。例如阿茲海默症同埋心血管疾病嘅風險會響60歲之後顯著增加。研究人員原本認為40幾歲嘅變化可能同女性嘅更年期有關，但係進一步分析發現，男性響呢一個年齡階段亦會有類似嘅變化。咁表明除咗更年期因素外，可能仲有其他更重要嘅因素響度影響呢一啲嘅變化。斯內德教授指出，部分變化可能同生活方式或者行為因素有關，例如40幾歲時酒精代謝功能嘅變化，可能源於呢一個年齡階段壓力增加導致嘅飲酒量上升所致。針對特定年齡捍衛健康，呢項結果為個人化健康管理提供咗新嘅思路。研究團隊建議，我哋應該特別關注40幾歲同埋60幾歲呢2個時期嘅健康狀況，例如向呢2個年齡階段增加運動量，以保護心臟同埋維持肌肉質量，或者向40幾歲嘅時候減少飲酒量，以對應代謝能力嘅下降。斯內德教授強調，我堅信我哋應該響身體健康嘅時候就調整生活方式。第2部分，更年期嘅來臨。一講到更年期，不料就即刻諗起嘉怡媽媽20年前嘅廣告：心煩、失眠、潮熱、汗出。咩係更年期？我綜合咗幾篇文章同大家講一下。女性約喺45到52歲呢個時期，由於女性荷爾蒙分泌逐漸減少，可能會產生潮紅、盜汗、陰道乾澀、周身骨痛、失眠同埋心情低落等情形，稱之為更年期。至於男性到咗50歲以後，雄性激素嘅機能會逐漸減退，特別係睾丸酮嘅分泌會減少。呢一種因為體內荷爾蒙嘅變化所產生嘅心理障礙，就係所謂嘅男性更年期啦。男性更年期通常由40到55歲之間開始，有啲人可能會早喺30歲就發生，但係亦有啲人會喺60幾歲先至有症狀。如果發生男性更年期，一般嘅過程可能會延續5到15年。
女性同埋男性響更年期分別會出現啲咩改變？女性更年期嘅症狀因人而異，但係一般嚟講，常見嘅症狀包括月經唔規律、潮熱同埋盜汗、精神情緒變化、骨質疏鬆、心血管症狀、腹部不適。而男性更年期常見嘅症狀包括潮熱同埋盜汗、情緒波動、身體疲勞、睡眠問題、體重增加、骨質密度下降。第三部分，不料點評一：西施死時44同埋中年危機嘅矛盾。總括啱啱兩部分嚟講，即係無論男性定係女性，向生理上40幾歲亦都會出現重大嘅變化。喺我學普通話嗰陣，成日要讀到一句急口令：西施死時44。13世紀嘅時候，英國貴族嘅人均壽命係30歲。19世紀初，全球嘅人均壽命亦唔超過40歲。到咗今日，全球嘅人均壽命已經達到72歲。一啲發達地區，好似香港咁，預期壽命更加高達80到90歲。響短短100年間，預期壽命增加咗1倍。但係壽命太長，亦都未必係好事，長到已經出現長壽風險，即係賺嘅退休金唔足以支付餘下長壽嘅生活。咁就唯有繼續工作，努力賺錢。隨住全球嘅人均壽命增加，好多國家嘅退休年齡亦都延後到65歲或者以上啦。啲人冇好似西施咁44歲就死，仲要原來只係到咗人生嘅中場。文章話44歲，啲人經常會覺得身體大不如前，不料今年即將踏入44歲，亦都開始感覺到啦。之前我都分享過，膝頭有一段時間有啲卡住嘅感覺。最近仲發現自己開始有啲老花添，雙眼對焦嘅速度開始變慢咗。而朋友之間嘅飯局，大家已經開始講保健品啦，咩 NMN 啊、靈芝孢子、維他命 B 集等等。從生理而言，44歲左右，身體已經開始進入更年期或者開始走下坡，乃至60歲第二次急速老化。係咪能夠繼續以40歲之前嘅狀態跑到去60歲、65歲，甚至更加大嘅年紀而唔損健康呢？雖然你可以以延遲退休嚟賺取更多嘅錢，但係身體又能唔能夠承受到呢？一般人到咗44歲，收入到達頂峰，加薪嘅速度減慢，而公司嘅期望係，因為你哋收入最多，奉獻亦都應該最多，應該係最落力跑嘅一群。不料之前亦都分享過，因為工作壓力過大，曾經令我出現過耳鳴，但係仍然要頂硬上，繼續返工。人到中年，除咗工作、伴侶關係、金錢問題、子女問題，父母亦都開始病啦，四處都係火頭。呢一種社會同埋公司嘅期望，同自身能力同埋承受力嘅落差，同埋因為人哋嘅期望同自身目標嘅落差，造成咗中年危機。中年危機呢個概念係由精神分析流派嘅心理學家艾利奧特賈克斯響1965年首次提出。用佢嘅講法可能比較遙遠，如果不料用自己嘅個人經驗嚟形容中年危機嘅話，就係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，進退失據，力不從心嘅心理狀態。每日過住我想 A 但係 B 嘅生活，大家可能會出現以下嘅諗法：仔女要補習，父母要看護，要供車供樓。我想辭職做自己想做嘅嘢，但係冇收入點算呢？日日俾老闆鬧，我想轉工，但係到我呢個年紀仲搵唔搵到類似收入嘅工呢？我想升職，收入就可以高一啲，但係要面對更加複雜嘅人際關係，可能有更大嘅風險，而且都唔係我想做嘅嘢嚟。唉，我想改善同伴侶嘅關係，但係對方總係以自己嘅感受為先，唔體諒我嘅工作壓力。我想做多啲運動，亦都想多啲陪父母同埋仔女，但係就冇時間。細個嘅時候總係覺得自己天下無敵，但係人到中年，對世界開始有一種無力感，有被推着走，跟着生活流嘅感覺，經常處於兩難局面，但係就唔知應該點樣自處同埋改變先至好。更年期身體走下坡係必然嘅過程，做運動或者能夠減慢衰老，但係就冇辦法改變呢一個必然嘅結果。面對中年危機，比起叫大家做運動，注意身體嘅狀況，不料覺得大家更加需要先調整自己嘅心理狀態。要點樣調整？我揾到2篇唔錯嘅文章同大家分享，或者某一個觀點能夠令當下迷茫嘅你茅塞頓開，但可能你亦都未必同意，都冇所謂。不料一向嘅態度係冇道理就置諸不理，有道理就收為己用。希望能夠幫到大家思考人生下半場嘅各方面。第4部分，中年嘅選擇入面嘅10項承諾。第一篇係嚟自介紹關於中年的選擇一書嘅介紹文章，內容係咁樣嘅：響人生上半場，我哋用咗太多嘅時間按照世俗認知、
社會壓力同埋對家人嘅責任嚟品嘗人生。嚟到人生下半場，比起才華同埋努力工作，了解你真正想要啲乜嘢，能夠令到你走得更長遠。佢會俾你主導力，當你感受到嗰一種影響力，你就有能力處理人生入面令人失望嘅事，因為你明白你嘅行動係出於你自己嘅主張，而唔係別人嘅主張。中年人生最重要嘅能力係知道你想喺人生入面得到啲乜嘢。一旦你知道你想從人生入面得到啲乜嘢，你就更有能力對人生做出一啲回饋。年輕嘅時候，我哋嘅生活方式好多時候都係被人決定。到咗中年，我決定根據我後來下定決心要做嘅事，定下我嘅10項承諾。呢10項承諾後來成為咗我選擇點樣過到呢一生嘅情感指引。我諗我30歲嘅時候應該諗唔出咁樣嘅清單。1. 我承諾我呢一生要為我葬禮上面嘅悼詞而活，而唔係為我依家嘅履歷表而活。 2. 我要熱情嘅投入生活，因為如此一來，啲人注意到嘅係我嘅活力，而唔係我嘅皺紋。 3. 我要先假定每一個人心懷善意，除非佢哋嘅言行證明咗佢哋唔值得信賴。 4. 我要遵行珍惜人生，仿佛生命只到明天；熱愛學習，仿佛生命能夠永恆嘅呢一句格言。 5. 我要保持好奇，而非評斷他人。 6. 我追求具有價值或者意義嘅活動，目的係為咗探索同埋發現新嘅事物。 7. 我要從錯誤中學習，因為呢一個係我增長智慧嘅方式。 8. 我要接納我嘅情緒，因為我嘅情緒係最好嘅證明我活着。 9. 我唔追逐幸福，我練習感恩，幸福係隨之而來嘅結果。 10. 我要記住，我最有價值嘅資產係我嘅幽默感，因為即使我失去一切，我依然會保持幽默感。我哋嘅處境唔一定會隨住年紀嘅增長而變得輕鬆一啲，但係我哋嘅回應會大幅改進，我哋會變得冇咁容易產生反應，會有更多嘅自我覺察，同理心亦都會大幅躍升。如果你啱啱步入中年，而且心情感到焦慮、負面嘅話，唔緊要，咁係必然嘅。而且大多數嘅人同你一樣。2008年，經濟學家透過大量分析數據之後，提出咗 U 型幸福曲線。呢一條曲線嘅意義係，幸福感會喺我哋20幾歲嘅時候到達高峰，然後慢慢跌翻落嚟。到咗中年，大約45到50歲嘅時候，跌到人生嘅最低點，之後幸福感又會再次回升，整體呈現 U 型曲線。幸福曲線話俾我哋知，就算我哋喺中年嘅時候會迎嚟低潮，但捱過咗之後就會雨過天晴，重拾幸福。作者進一步提到，如果想要加速捱過去，提早重拾幸福感嘅話，最好嘅辦法就係多同人接觸，傾多啲偈。因為有研究發現，社交活動會刺激多巴胺同埋皮質醇嘅釋放，咁樣係有助於增加幸福感。如果你總係上網買嘢嘅話，咁就可以改成喺實體店買嘢，同店員傾偈交流一下。如果你總係午餐叫外賣，咁樣你可以變成落樓下食飯，同老闆娘傾偈交流一下。第5部分，不了點評2，重新定位，活在當下。1. 中年重新定位。作者所講嘅10項承諾，我自己睇咗幾次，dap 咗幾次。不料原本想講，面對中年危機，關鍵係跑道嘅轉換，但係再諗一下，正正係中年人處處受限，冇辦法轉換嘅矛盾，先至出現中年危機。同時有部分人只要走落去就得，唔需要轉換跑道。所以不料認為作者比自己講得更好。即使需要轉換跑道，喺行動之前，心理嘅認知同埋改變更為重要。我喺度重複一次作者嘅說話，知道你想喺人生入面得到啲乜嘢，呢個就係喺中年進退失據嘅時候，重新揾翻自己安身立命根據地嘅重要一步。當喺重新整理定位之後，心情唔再紛亂矛盾，清楚自己嘅目標同埋方向，了解自己真正想要啲乜嘢，現實有啲咩限制，有啲咩唔能夠改變，同埋有啲咩能夠改變等等，知道自己仲能夠做啲乜嘢去改變現狀之後，就能夠有所行動，亦就係我所講嘅跑道嘅轉換。例如1，當二者唔能夠共存，你更追求金錢成就，定係自在嘅生活？當真正了解自己人生需要啲咩嘅時候，你就能夠有升唔升職、轉唔轉工、響加班搏殺，定係翻屋企陪家人入面做出真正自己嘅決定。2，你更重視人哋嘅眼光，定係自己想追求嘅嘢呢？了解咗之後，你或者就能夠從人哋嘅批評、比較入面走出嚟，活出自己想過嘅人生。同時，亦
亦都能夠減輕同人哋嘅比較，同埋減低妒忌、羨慕、恨等等嘅負面情感。3，我嘅財政壓力好大，如果真係需要更多嘅錢，除咗每日精神內耗，我能夠做啲咩改變現狀？我有啲咩能力？我能夠學習啲咩自我增值？向咩地方更能夠體現我嘅個人價值呢？諸如此類嘅問題，一步一步重新定位同埋改變自己，慢慢就能夠從中年危機嘅無力感重新得到自我掌控感啦。第2點，活在當下。不料睇過一幅幾得意嘅圖片，圖片入面有個人翻工嘅時候諗住去玩，去玩嘅時候諗住做愛，做愛嘅時候卻係諗住翻工。人生就總係咁樣，總係唔能夠活在當下。中學嘅時候每日諗住去打波，但係因為要考大學，就諗大學畢業之後想打就打，但係畢業之後就已經唔想再打波啦，想創業，但係因為冇錢，就諗到過幾年翻工儲到錢之後就創業，但係到30歲揾到啲錢嘅時候，已經唔想創業太辛苦啦，想旅行環遊世界，但係因為同時想成家立室或者提早退休，就諗等我退咗休之後，想去邊度玩就去邊度玩，但係到真係退咗休啦，其實又唔係真係咁想去旅行喎，或者發現身體其實已經唔能夠長途旅行啦，回頭翻嚟又想要健康，想帶出嘅係想要同埋實際得到，總係有啲時間差。仲有我哋一直以為自己掌握自己嘅人生，但係其實好多時候都係身不由己，而自己都唔知道。幾年前有一本熱賣書叫做《自私的基因》，當中有一個觀點係生命被創造出嚟，只係作為基因嘅生存載體，而唯一不朽嘅只有基因。的確，人類被荷爾蒙同埋身體控制住一生好多嘅行為，例如不料當年拍拖嘅時候，荷爾蒙令我做出好多今日睇起嚟覺得匪夷所思嘅嘢。再講身體啊，10幾歲嘅時候，不料就能夠1日7次，到羽毛球場打波都冇問題。依家7日1次都覺得攰啊。咁退休呢？唔難想象，身體嘅機能亦都會對退休嘅行為有重大嘅影響。到退休嘅時候，自己身體已經唔能夠好似當初計劃退休嘅時候嘅狀態，想做啲咩就做啲咩，或者有啲外在嘅因素，例如夠唔夠錢，或者要照顧年長患病嘅父母，亦都令到自己冇辦法實現預計嘅退休計劃。即使能夠達成目標，或者受到荷爾蒙嘅影響，心情亦都未必好似當初咁樣咁快樂。不料細個嘅時候屋企冇乜錢，難得有一次親戚嚟香港，先至有機會第一次去海洋公園，坐咗一次海盜船同埋過山車，好開心。到30歲之前，我都好中意玩機動遊戲，但5年前再去海洋公園，心境變咗，就已經完全唔想再坐海盜船同埋過山車啦。講咗咁耐，不料想帶出啲咩呢？活在當下，就係假如你有想做嘅事，當條件差唔多成熟，依家就要即刻去做，唔好再等啦。呢個係我人到中年最大嘅改變。岳飛嘅《滿江紅》大家都應該讀過，莫等閒，白了少年頭，空悲切。近來有句電視廣告嘅旁白都幾好，唔係見到美好先選擇出發，而係行落去先至見到美好。不料10幾年前好中意一位日本嘅女明星，睇咗佢嘅偶像劇接近10年，中意嘅程度係朋友去日本嘅時候，亦都會專登買佢嘅紀念品，或者佢做封面嘅雜誌翻嚟送俾我。有一次佢嚟香港出席電視劇宣傳會，一向內斂嘅我竟然去咗。當主持人邀請台下觀眾上台，我竟然亦都舉咗手，而且仲俾佢抽中咗。最後不料同我呢一位追咗10年嘅偶像喺唔夠20 cm 嘅距離對望，握埋手，仲要一齊影相添。由於佢唔係歌手，唔會有演唱會，喺嗰一日之前，基本上係好難，甚至可以話係成世根本冇可能會同佢見面。能夠同佢相見同埋影相，依家諗翻起嚟都係覺得好神奇。呢一次嘅經歷簡直可以用有今生冇來世嚟形容。自此以後，不料就相信咗，唔試又點知唔得，諗諗下就係噶啦。做就有可能，唔做就一定冇可能。日本有一個成語叫做一期一會，係出自日本嘅茶道，意思係響茶會嘅時候，令唔到呢一次相會無法重來，係一世人只有一次嘅相會，所以主人同埋客人需要各盡其誠意。推而廣之，將眼前嘅機會當成一生一次嘅機會，當下嘅時光唔會再重來，必須珍而重之。將呢個諗法套喺事情上面，就叫做把握機會；套喺人同埋關係上面，就叫做珍惜眼前人。如果你依家40歲，想去一次歐洲或者非洲旅行，有差唔多足夠嘅錢、時間、健康，就要去做啦，唔好等到退休先做。如果你想寫一本書，依家就去寫，
唔好等到退休先至去寫。如果你想陪伴仔女或者父母，唔好等到完全得閒先至去陪，依家就去陪啦。到子女大咗啦，父母老咗啦，就未必再有機會啦。第六部分，人生下半場，你一定要明白呢6件事。第二篇不了要分享嘅係一篇國內嘅網絡文章，作者叫啄磨先生，題為一個40歲嘅人俾你提醒，人生下半場，你一定要明白呢6件事。內容係咁樣嘅，如果你依家20-30歲，你希望自己40歲係咩狀態？40歲並非困惑嘅結束，而係困惑嘅深入。只有困惑先至能夠將我哋引領到新嘅人生高度。呢篇文章作者喺40歲之際回顧過去嘅歷程，覺得呢幾件事非常重要，所以寫出嚟分享俾大家，可以當做係一個大哥善意嘅建議，希望俾嗰一啲尚未到達40歲嘅朋友一啲啟發。一、關於讀書，讀書永遠係進行式，冇完成式。一個善於閱讀嘅人能夠完成自我對學習嘅需要，當然唔讀書亦都冇咩壞處，只係太過沉溺於現實世界，容易令人久久營營。例如你可以透過讀一本傳記窺見人哋嘅人生，你可以讀一本心理學嘅書洞悉自己嘅處境，可以讀一本歷史嘅書睇刀光劍影，明白再輝煌嘅生命亦都會塵埃落定。讀書令到你喺歷史、未來、現實、虛空中來回穿梭，然後發現自己生活嘅更多可能。閱讀對一個人嚟講永遠係進行式，而唔係完成式。透過閱讀嚟提升自己，提升咗自己先至會遇到更好嘅人。而交往嘅層面係由自身嘅素質決定嘅。你從來唔讀書，自然結交嘅大部分都係膚淺同埋物質嘅人，傾嘅無非都係雞毛蒜皮嘅事。就算遇到更好嘅人，亦都會俾你嚇到掉頭走。話不投機半句多，相逢一笑 say goodbye。你係點樣嘅人，決定咗你會有點樣嘅朋友，亦都決定咗你會有點樣嘅愛人。二、學會獨處，總有一日你會明白，你嘅努力冇人在意。一個唔能夠享受孤獨嘅人，其實係好寂寞嘅。好多人每日參加各種聚會活動，佢哋冇辦法俾自己靜落嚟，因為佢哋害怕孤獨，害怕同自己相處。因為只要同自己相處，就需要同自己嘅內心對話，所以佢需要熱鬧嘅環境，向其中尋找自己嘅存在感。所以佢其實好寂寞。一個無法同自己獨處嘅人，一般唔會有啲咩大智慧。孤獨其實係一種極高嘅人生姿態，因為你識得照顧自己嘅內心需要。總有一日你會明白，唔理你有幾努力，其實都冇咩人會在意。更多嘅人只會願意睇到結果，你嘅過程點樣艱辛，同佢哋冇咩關係。我曾經輾轉幾個航班，行李遺失咗向機場搞到半夜，再坐巴士去到石家莊不眠不休，上晝8到9點開始上堂，只係為咗對客戶嘅承諾。我覺得自己好偉大，結果客戶悠悠咁講：你咁潮水，真係唔應該。所以話你翻山越嶺，冇人體會你嘅辛苦；你振臂高呼，亦少有人會分享你嘅喜悅。講到底，人生係自我對孤獨嘅救贖，越早學會呢一點越好。三、關於中意嘅事，中意就去做，100個理由都擋唔住一個開始。匆匆短暫嘅一生，如果冇做自己中意做嘅事，豈唔係白白忙活咗呢一趟咩？做中意嘅事，先至能夠真正激發自己嘅潛能，亦能夠完成生命嘅使命。有人話我想開個花店，咁你點解唔去開呢？又話條件唔成熟，咁你點解唔去創造條件呢？寫唔出好文章，我曾經以為係自己嘅電腦唔夠精美；每日唔去跑步，我曾經以為係冇買到自己中意嘅運動鞋；懶得旅行，我曾經以為係仲未買到心儀嘅相機同埋鏡頭。俾自己揾好多嘅理由，當做唔去開始某一件事嘅藉口，其實就係缺個一咬牙一跺腳嘅開始。好多事情只要開始踏出第一步，就根本停唔到落嚟。四、關於友情，有距離先至有尊重，做好自己先至能夠吸引別人，唔好去討好所有人。討好得嚟嘅人際關係係唔穩定嘅，只有做好自己先至能夠吸引真正嘅朋友，呢段關係先至能夠真正持久。對邊個都好嘅人，注定冇咩真朋友；邊個都唔得罪，亦就係冇原則。同樣道理，對邊個都愛嘅人，亦就係冇真愛。真愛一個人應該係我對世界上嘅人充滿愛，但係俾你嘅與眾不同。所以遇到話愛你嘅人，冇必要激動萬分，話唔定佢對邊個都係咁樣。愛上一個人就係會唔同，就係會將世界分成其他人同埋你。
唔好將所有嘅人當朋友，好多嘅關係唔需要靠得太近。每日接觸咁多嘅人，唔係每個人都要成為朋友嘅。好多人就係蜻蜓點水，你好，我叫咩咩咩，好高興認識你，再見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唔需要交換私隱，亦都唔需要加微信。大部分嘅恩怨愛恨都係因為距離太近，近之則不遜。原本客客氣氣嘅關係開始變得陰陽怪氣，彼此都唔舒服。有距離先至會有尊重。邊個係自己嘅知心好友呢？價值觀一致，有一啲相同嘅嗜好，響一齊嘅時候有偈傾，最好有趣一啲。交朋友，有趣係好重要嘅衡量標準。有趣可以體現響某個領域嘅專業，可以體現響美食上面嘅精通，可以體現響不羈世俗嘅某種勇氣，亦都可以體現響傾偈嘅時候嘅奇思妙想。因為有趣，所以令人放鬆；因為有趣，而不必苦大心愁，令人唯恐避之不及。有趣或者可以歸納為一點，因為揾到自己，所以唔帶俾人壓力。關於愛情，真正嘅愛情係承諾而唔係佔有。隨住年齡嘅增長，你必須明白一個道理，就係你邊個都佔有唔到。你中意一個人中意到發狂，亦都佔有唔到佢。唔理平時點樣黐埋一齊，佢都仍然係佢，佢絕對唔會變成你嘅一部分。每個人都屬於佢自己，你能夠做嘅只有陪伴。任何試圖宣告佔有對方，都會最終被挫敗，淪為情感嘅囚犯。相愛之後，邊個都冇辦法保證唔再遇到更心動嘅人，更有錢、更靚、更溫柔、更符合期待、更懂得你。你係棄械投降，定係堅貞不屈？愛情絕對唔係衝動與激情，而係一份承諾。愛上你，所以對你有承諾。因為呢一份承諾，再心動，亦都會將心入面嗰份蕩漾控制得波瀾不興。我覺得咁樣先至算係成熟嘅人格。見一個心動嘅就愛一個，呢一種人就係濫情啦。濫情嘅結果，最終就係陷入虛無主義。因為對邊個都愛，就冇辦法獲得專注嘅回報。冇呢一種回報，就談唔到幸福感。6. 關於離別，父母、朋友、愛人都可能離開，相伴一程，各安好。人歲數大咗啦，亦都逐漸要有心理準備接受一啲現實，例如父母會老化同埋離去。響呢一個之前，捫心自問，係咪有回報養育之恩？唔理你向出面係點樣春風得意，只要父母健在，翻到佢哋身邊，就覺得自己仲係細路咁。如果有一日推開父母嘅門，已經冇熟悉嘅面對你微笑，亦都意味住呢一個世界上面再冇人用生命對你無私嘅愛啦。除咗父母，朋友亦都可能會離開你。響人生前進嘅呢一條路上面，會不斷有老朋友離開你，佢哋或者跟唔上你嘅步伐，亦都可能選擇咗其他嘅路。唔好悲傷，佢哋一定有自己好嘅歸宿。當然，呢一路上亦都會有新嘅朋友靠近你嘅身邊，佢哋會被你堅定嘅步伐同埋獨特嘅氣質所吸引。人生唔同嘅階段有唔同嘅朋友相伴，珍惜呢一段同行嘅時光。能唔能夠一齊走到最後，何必強求？朋友會離開，愛人同樣可能會。我愛嘅人如果要離開我，我一定只會講兩個字：好嘅。絕口不問點解？點解你會咁樣對我？到底我有啲咩做唔啱，令到你咁樣？既然你決定要離開，必定有你準備好嘅理由。我唔想聽你策劃咗好耐、冠冕堂皇嘅藉口。凡係離開嘅，必然本就唔屬於我。祝你好運，從此雲淡風輕，過去一筆勾銷。人生短暫，我唔活響記憶入面。邁入40歲之後，我嘅生活態度係盡己力，聽天命，無愧於心，不惑於情，順勢而為，隨遇而安，知錯即改，迷途知返。響中意自己嘅人身上面用心，響唔中意自己嘅人身上面健忘，如此一生甚好。總結，快速重溫本集嘅重點。人到中年，生理會出現更年期，身體走下坡嘅改變。面對中年危機，心理上面我哋需要重新定位，亦都可能要轉換跑道，告別進退失據嘅情況。不料分享咗活在當下嘅諗法，中年的選擇一書作者嘅濕腔承諾，仲有人生下半場，你一定要明白呢6件事2篇文章，幫助大家重新思考，你想從人生得到啲乜嘢？孔子話40不惑，不料亦都希望大家人到中年唔再感到困惑，共勉之。感謝你睇到最後，希望你能夠訂閱同埋分享，咁就能夠幫到更多嘅人。
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由第一集開始收睇所有嘅影片，全部精彩。今集就到呢度，記住俾個 like、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！下次見。